影片的展示点击率能够直接影响影片的表现。影片的展示点击率越高，就能够获得越多的流量。那么你的影片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展示点击率，才能够获得 YouTube 推荐？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如果你也感兴趣的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我在我的影片里经常有说到展示点击率这个数据，也多次强调这个数据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发现我的频道里面没有一部专门的影片来讲展示点击率这个话题，所以今天这期影片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展示点击率。你可能对这个词感到很陌生，也没有关系，我会用最直白的方式解释给你它的意思。我也会告诉你为什么展示点击率很重要，什么因素会影响展示点击率，并且你如何能够提高你的展示点击率。首先，什么是展示点击率？展示点击率的英文简写是 CTR， 这就要从你的影片刚发布的那一刻开始。在你发布了一部新影片之后， YouTube 会给一定数量的展示次数。例如，你的一部新影片获得了1000次的展示次数，这些展示次数会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会分布在 YouTube 首页、订阅页面，还有搜索结果页面。然后 YouTube 算法就会开始计算有多少人会点击这部影片观看。例如，这部影片有100个人点击观看，那么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就会 10%。其实，在 YouTube 后台有一个图能够让你非常直观的明白展示次数、展示点击率以及观看时长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来到你 YouTube 后台，选择数据分析，找到覆盖面，在这里你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漏斗形状的图。在最顶端就是展示次数 ，YouTube 会把你的影片展示给很多的观众，有的观众会点击观看，有的观众会直接跳过，这就形成了接下来的展示点击率。展示点击率直接影响了展示带来的观看次数。再下来就是观众平均看一部影片会看多久，最底下一层就是总体累积下来这些展示次数给你带来的总观看时长。在 YouTube 后台的数据里，它会给你整个频道的展示点击率以及每一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这里我建议大家更重视每一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毕竟 YouTube 算法会更看重每一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再决定是否要推荐这部影片。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后台，选择内容，选择你想要查找的影片，选择数据分析，再找到覆盖面，就能够找到这部影片专门的展示点击率。如果你继续往下研究，你可以找到这部影片在不同流量来源底下的展示点击率，这个才是 YouTube 算法最看重的。你可以来到影片的覆盖面，选择流量来源类型，点击展开，你可以找到这部影片在不同流量来源底下的不同展示点击率，这些展示点击率互不影响。可以这么理解，你影片在 YouTube 搜索的展示点击率只会影响你影片在 YouTube 搜索结果里面的排名，并不会影响其他的流量来源，而浏览功能的展示点击率也不会影响影片在 YouTube 搜索结果的排名。例如我的这部片头动画教学的影片，它在 YouTube 搜索流量底下的展示点击率为 13.4%， 所以这部影片在 YouTube 搜索结果里的排名也会有影响，它排在了第一。因为 YouTube 知道，当他把这部影片展示给观众时，观众都愿意点开，所以他就知道这部影片是观众想要的。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影片的展示点击率？首先，第一个影响影片展示点击率的因素就是缩图。我们作为观众在平时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展示给我们影片我们都看。我们决定是否要看一部影片的时候，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它的缩图。它的缩图是否能够吸引到我们，让我们产生兴趣，从而让我们想点击观看。我们的影片都是在和其他千万的影片做竞争的，你只有做出吸引的缩图，才会让观众有想点击的欲望。第二个影响影片展示点击率的因素就是影片话题。YouTube 会把你的影片展示给一些观众，有些观众会对你的影片话题感到兴趣，他们就会想点击观看，而有些观众不感兴趣，就会直接跳过。例如你平时发的影片都是围绕投资理财的，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了一部自己生活的 vlog， 那么那些对你生活不关心的观众，即使 YouTube 把你的影片展示给他们看，他们也不会选择点击观看。第三个影响影片展示点击率的因素就是影片的标题。标题也很重要，标题要配合你的缩图，取一个好的标题能够让观众产生兴趣，有想点击观看的欲望。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使用点击诱饵类的标题。所谓的点击诱饵标题，就是你标题说的是一件事，而你实际真正的影片内容说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这就是骗点击的做法，这样会很严重的影响你影片的表现。因为当 YouTube 算法推荐给了一些观众时，观众被标题吸引，这就会导致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很高，但是他们会很快的发现你影片的内容和标题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导致他们观看的时间很短。YouTube 算法会知道你使用了点击诱饵的做法，所以它就不会再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想要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你就要提高你影片的缩图、标题，还要制作出观众感兴趣的话题。如果你想提高缩图，但是你不确定自己的缩图风格，你不确定哪一种缩图是观众喜欢的，你可以做出2版缩图，然后分享到你的社交媒体上，让你的粉丝、让你的观众去决定他们更喜欢哪一版缩图。或者你可以通过 TubeBuddy 的 A/B 测试工具，你可以设定时间，例如30天，让 TubeBuddy 自动的帮你去测试这2版缩图的展示点击率。这个方法能够让你更加知道观众的喜好，找准自己缩图的风格。TubeBuddy 的 A/B 测试功能需要你升级到 Legend 的版本，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的链接去免费使用30天的 Legend 版本，去体验一下它的功能。那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影片展示点击率达到这个数字，我们的影片就能够被 YouTube 算法推荐？答案是没有的。但是 YouTube 告诉我们，在 YouTube 上平均的展示点击率为 2% 到 10%。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当我们影片展示点击率达到 10% 以上的时候，我们的影片被推荐的几率就会高很多。同时，我们要考虑到展示次数基数的问题。小频道展示次数比较少，所以它的展示点击率就会高一些；而大频道展示次数很多，所以它的展示点击率就会少一些。所以这里我的建议就是，尽量提高你影片展示点击率，尽量达到 10% 以上。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提高了影片展示点击率，就能够保证我的影片被 YouTube 算法推荐。我们还要考虑到影片的观看时长，也就是说，观众点击观看这部影片之后，他们看了多久的时间。这2项数据在不错的情况下， YouTube 算法才会认定这部影片是观众想要的，才会推荐给更多的观众。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你使用点击诱饵的标题、缩图来误导观众来点击观看你的影片，这种影片虽然展示点击率很高，但是观众的续看率很低， YouTube 算法也不会选择推荐这种影片。展示点击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数据，大家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去做出吸引人的缩图、吸引人的标题，找到观众感兴趣的话题，才能够提高展示点击率。希望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大家对展示点击率有更深入的了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这2部影片，这2部影片能够教你如何制作缩图，以及制作缩图的5项原则。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为我点个赞。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